出自慎入，出自慎入。本期内容为强度项攻略，不考虑角色叉 P， 只为游戏体验服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，一个变态区的猛男 UP。本期给朋友们带来的是 4.2 抽卡攻略，4个角色咱们一个一个盘。赛诺这个角色的输出轴很长，是一个超长轴，10多秒一套轴。如果你不喜欢长轴角色，那么赛诺就不用看了。同时，这个角色还有老问题，转火能力太差。你让他站撸打桩 OK 没有问题，但是一旦遇到多频多轮怪物的环境，直接原地自闭，游戏体验呢不太好。虽然伴随着白竹的推出，这个问题有所缓解，但还是显得有点杯水车薪。草行秋还是得等。神力灵人他的出伤机制，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的，机制简化嘛，有大开大，没大开个 E， 站原地平 A 就行了。但是这个角色吧，自打推出以来，低命口碑就一直不太好，一直是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，没掀起什么大风大浪。不然也不会在全角色才排到第24名，而且伴随着新一代水 C 纳维莱特的推出，不管是数值还是机制，灵人更是被全方面的碾压。强度档啊，这个角色就不用考虑了，直接跳。白竹，这是当时 3.6 版本白竹首次入池时 UP 我对他的评价。至于抽不抽，主要还是看大家的相关体系是否完整。如果体系已经完整，可抽可不抽，抽出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只会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配对深度。不抽也无所谓，短时间内也不会影响什么。如果封单真的有售后，大不了到时候复刻再抽嘛。OK， 那么经过了5个版本，伴随着水神的推出，白竹的售后也终于是来了。玩水神奶妈必带，而且这个奶妈它最好得是一个群体奶。白竹的战术地位直线上升，这下不得不抽了啊！当然了，你说我用琴，我用瑶瑶，我用夏洛蒂行不行？当然行。但一定没有白竹好用。首先奶量就不在一个档次上，其次启动方式也不在一个档次。这些角色的群体奶是 Q 启动，而白竹是 E 启动，游戏体验完全就是2个概念。这其实还是能玩和玩得爽的区别。如果只要求能玩，那么白竹可以不抽啊，但如果还想玩的再爽一点，水神体系白竹最好还是抽一个，不需要多，灵命就行了。水之神弗宁娜这个角色不需要考虑抽不抽啊，最好人手一个。你应该考虑的是抽不抽命座，抽几命的命座。封单的主基调我们都知道啊，就是掉血和回血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血条蹦迪。而水神的核心机制正是围绕这个建立的，只要队伍的生命值上升或者下降，所有角色造成的伤害都将会提高。目前推出的3个封单5星角色，纳维和莱欧都是非常适配水神的。林尼由于天赋2的原因，二者可能没有那么的契合，但如果强行要带啊，也是有思路的。不夸张的说，水神弗宁娜就是整个封单体系的核心角色，不光是现在的纳维、莱欧，还包括后面暂未推出的一些角色。不出意外，后续的这些角色应该也都会围绕着血条蹦迪的思路去设计。那么只要你碰他们，弗宁娜都将会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张拼图。即使封单角色你一个都不抽，只打算去玩老角色，那也得考虑一下水神。大部分老角色都是能和水神组队的啊，其中不乏几个荷塘大户，比如说萧，比如说赛诺，再比如说伊斗等等等等。当然了，如果有的人不看好水神也是完全可以的啊，大家都是云嘛，这个无所谓的。反正后续 UP 我也会推出水神的实机测试，如果朋友们对他实在不放心啊，那么也可以等 UP 我的实测，一切以实测结果为准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现在就把 UP 主关注起来了，现在关注，到时候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水神的相关实测。以及还有他的专武静水流涌之辉，如果朋友们有需要啊，这把专武的实测 UP 我也会给大家做的。那么本期就先到这里了，熬夜剪片不易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不看功劳看苦劳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点一个免费的关注3连，支持一下 UP 主，就先在这里，谢谢大家了。那么我们下周3水神实测不见不散 ，respect。这次一定关注。